V4，就是 DeepSeek 预计要发布的模型，却没有向辉达跟超微开放测试，反而是给了华为。好像去年的我们都一直在讨论说 ，Trump 一直在卡着 AI 算力晶片这件事，其实是在养虎为患。打败敌人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温水煮青蛙，让他失去警备心，不让他依赖，他就不会进步。那你看这次 DeepSeek 这个动作很明显，他们想要在他们的 AI 生态系上走上另外一个不同的系统，他们要降低对 NVIDIA 的 CUDA System 的依赖性。欢迎您继续回来。日经新闻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报道表示，中国大陆主要晶片制造商正在加快推进先进制程的布局，力拼提升产能，来因应人工智能需求的快速升温。像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还有多家跟华为相关的晶片业者正在扩大投资，而且呢，或是准备这个启动更先进制程节点的晶片生产，他们的技术目标涵盖了7奈米，甚至要挑战5奈米的等级。那么未来1到2年内要提升每个月10万片晶圆的产能，比目前不足2万片的这个产能会大幅的跃升，而且计划在2030年以前要再新增50万片的晶圆产能。摩根斯丹利呢，他们去年也推估中芯国际7奈米的良率大约是30%。现在面对这个半导体在设备上面受到了管制、受到了限制，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却逆势喊出说，产量、制程都会大幅度的改革。可是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有哪些呢？老师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他这次的重点不在于说，你说良率只有30%，他面对这个挑战那肯定很大。但其实我们看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们不能只看先进制程的部分，包含其实中国目前在先进封装的设备上，他们所拥有的专利是远大于台湾的。那我在看这整件事情上，他去扩增这些晶片的产能，他想要推动的是中国在先进封装上做弯道超车的动作。这就像我们之前在讨论说，为台积电当时要你先进封装绑先进制程，它就可以不断去 tune 它的良率。那它现在必须靠着倾整个国家之力去冲先进封装的部分，然后回头过来看，让他们去绑定我里面的制程，我就有更多的参数去把我的晶片往下做，甚至再来现在 AI 的时代，如果要去抵抗 CUDA 系统，那可能 ASIC 它就要开始出来做特定化的晶片。那时候中国它有它自己所需求的这个产能。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国家级的策略，在整个我自己觉得它是想从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弯道超车。对，所以它这个良率它不 care， 为什么？我只要我后面可以做起来，我前面的成本我只是去 cover 掉一些东西，而且后面可能良率提升的速度就快了，就会快了起来。所以它必须得这样做。所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设备上，还是设备的稳定度不足。但那其实都应该是，我不觉得在先进制程这边会遇到太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这个，因为中美之间未来要竞争的最大一个领域呢，其实就是科技，因为科技也跟包括军武相关哈，就是高科技如何让对方，就是你的对手呢不要太快超越，或者是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呢，中国大陆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纽约时报》最近也揭露说川普去年就告诉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说什么呢？他说，当他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中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呼吸就变得比较沉重这让他感到不高兴，所以也敦促黄仁勋要赶快的落实晶片在美国制造这个目标。那黄仁勋呢，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讨论以后，也同意由辉达加码去采购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厂所生产的晶片，协助台积电在未来能够建立更多的工厂。在会晤了几个礼拜以后呢，魏哲家也向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表示说，台积电将会扩大对美投资，而且也会增设新的厂房。Lutnick 则是建议台湾鼓励台积电进一步增加在美国的投资甚至也考虑让台积电来参与这个什么营运美国晶片，就是 Intel 的工厂。那后续呢，在 Lutnick 的坚持之下，包括台湾这边有官员跟台积电的高层会面，台积电也表示好，那愿意增加投资追加，但是呢，不愿意跟 Intel 有关联。其实如果你熟知台积电，知道台积电它在经营上面它是有它坚持的一些原则的哈。好，那如果《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如果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黄仁勋就算不是就是
让台积电说动台积电到美国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所以黄仁勋在美国的半导体整个大战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请庄老师先表达您的看法，您怎么看？一般人可会把它视为一个爆料，但我认为不能这样轻忽以对了，绝对是有这回事。因为你也知道嘛，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一个地位，它是美国自由派里面的最主流而且影响力最大的媒体，而且它是新闻奖、普利兹奖得奖最多的大户啊，所以它的地位来讲，不可能说做一些无端的报道。当然，我们又觉得奇怪了。那黄仁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神鬼玩家的关键角色，可以在这个美国、中国、台湾这边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操作他的商业杠杆？首先呢，他影响力的根源就在于 NVIDIA 具有这个高阶的 GPU 晶片的一个技术垄断，还有市场主导地位。所以一方面他在美国可以把它当成美国政府的一个，把商业资源变成美国政府的一个战略武器。然后一方面呢，支持川普政府的加强出口管制；另外一方面呢，又呼吁川普要放宽管制。在台湾呢，因为它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大概台积电的整个产能的22%，超过1/5是在 NVIDIA， 而且呢，在我们台湾士林台北士林也有设厂，所以在台湾它也是很吃得开。那中国大陆方面呢，它也长跑，而且要呼吁放宽管制，把前世代 H200晶片尽量卖到大陆去，所以它等于是如鱼得水，在这上面三国都风风火火，大搞三国演义。但话说回来了这个今天这个因为长期的美中冲突抗争那我们台湾人因为对黄仁勋有一个不可言喻的亲切感，因为他台湾裔的美国商人嘛，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期待，因为如果哪天真的有这个冲突场面必须下决断的话呢，黄仁勋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有自己的商业版图要经营，所以必然也是站在美国那一边。那中国大陆的朋友也不要对他有这个不切实际的想象，因为虽然他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友好的，但如果哪一天中美决裂，他毫不犹豫一定会继续抱美国的大腿，因为他毕竟他的起家之地，他的根源所在。所以说，今天一个商业资源可以变成战略武器，我们不得不佩服黄仁勋的这个远见，但是我们更应该在这个变局里面慎谋能断，而不要成为受害者。是半导体现在成为非常多国家重要的国家战略那吴越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因为刚刚这个庄老师也特别提到，包括我们刚才所为大家所这个简单简述的一下，就是看得到黄仁勋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者，可是，在这么多不同方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这个真的蛮难的。我想，其实就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企业家是非常值得我们自己来效法的。一个就是 NVIDIA 黄仁勋，一个就是台积电的魏哲家。那黄仁勋他的 NVIDIA， 你看，他其实他的市值大概将近4.6兆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就第一个富可敌国，全世界按照 GDP 的排行，美国第一30兆，中国将近20兆，那德国大概5兆多，再来就是 NVIDIA 的，对，它一家企业就抵其他国家。那第二个就是就我们所讲，就 AI 的 GPU 技术来讲话，也是目前为止是全球领先的嘛，但是他也很清楚的，中国还是一个 NVIDIA 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因为在科技的管制下，它曾经占所谓 NVIDIA 将近的15%到20%的市场，现在基本上已经近乎等于0了。如果这个市场它不进行占领的话，那未来等到中国自主创新起来，它将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所谓市场。所以因此失去的不是中国市场，而是培养出一个跟 NVIDIA 是完全不同系统的竞争者。那对他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嘛。所以他当然要注意到中国这个市场的重要性跟它的必要性，因为不管是想要持续的来防范可能的崛起，还是其他的原因嘛。那台积电当然更是很清楚嘛。你看台积电，它最大的特色在于是，它是全世界大概目前为止是排名第6的，但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前5名每一个都是它的顾客，没有一个是它的竞争的。你看从 NVIDIA 到辉达到 Google 到亚马逊等等，全部都是嘛。那他也开始重视地缘战略的布局啊？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美国就是一定要把台湾高阶晶片一定要离开台湾，是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只要离开台湾就好，不管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当然中国不行了，包括因此他大量到日本也进行先进制程嘛。那加大美国投资也是一个必然的方式嘛。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因应地缘政治下的一些变动产物。那这些企业家在做全球布局、地缘政治跟供应链，他们3个之间都在做一些比较属于完整性的搭配跟考虑嘛。对，这台积电真是有为有守啊，因为刚刚特别点到说他愿意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可是呢，就是不会去参与 Intel 的营运啊，这是它的基本原则哈。那说到这个科技方面哈，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辉达，因为辉达跟辉达最近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在2026年2月底啊，其实科技界都在众所瞩目一件事情，也就是呢 AI 行业啊正在等待的是中国大陆的 AI 独角兽，也就是 DeepSeek。这个也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啊，就是他们要发布新一代的旗舰模型，目前呢给的代号预计是 V4， 好，这个代号。那但是呢，在新模型即将亮相的前夕，哈，也出现了，就包括说美国政府的高官啊，指控说 DeepSeek 呢涉嫌使用被禁运的辉达 Blackwell 的晶片来进行训练。另外就是 AI 的巨头，就是 Anthropic， 他们公开指责 DeepSeek 呢对他们进行了工业级的资料蒸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路透报道说 ，AI 开发商呢通常都会在重大模型更新以前发布的版本会提供给像辉达还有超微啊，来确保软体能够在主流硬体上面顺畅运行。等于是说，先让他们试着跑跑看，然后看看有什么状况。可是这次呢，刚刚提到那个 V4， 就是 DeepSeek 预计要发布的模型，却没有向辉达跟超微开放测试，反而是给了谁呢？给了华为，让华为这些中国大陆的晶片商提前好几个周就是好几个礼拜来优化软体啊。那所以怎么看，黄老师你怎么看呢？就是让华为先进行这个效能优化。从商场竞争，还有包括技术研发这2个层面，你觉得它凸显出了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嗅到很多很不一样的味道，就是一般你会提前的让你的开发商跟硬体商去做整合，你就是想要去build up 一个整个生态系统把它架起来。那刚刚吴越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其实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辉达其实在被养出了一个新的敌人？好像去年的我们都在讨论说 ，Trump 一直在卡着 AI 算力晶片这件事，其实是在养虎为患。你知道，打败敌人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温水煮青蛙，让他失去警备心，不让他依赖你。对，会让他依赖你，就像吸毒一样，他就不会进步。那你看这次 DeepSeek 这个动作很明显，他们想要在他们的 AI 生态系上走上另外一个不同的系统，他们要降低对 NVIDIA 的 CUDA System 的依赖性。所以这个跟前面中芯国际跟华虹半导体他们要不断的增加他们的产能是有一个相应的关系的。DeepSeek 当时他提出了很多是它可以利用串联的晶片去做运算，而不用使用高阶的核心晶片去做运算。那这个去搭配到他们5奈米、7奈米的制程，再搭配先进封装，看起来他们想要走一条跟 CUDA System 完全不一样的路线。那至于会走到什么样的层次上，我们并不知道。是。那只是这个时候 NVIDIA 也要做好他们打算。其实我们去年也在讲，他们开始做一些 pre-train model， 去做一些边缘预算的模型，想把它下放出去。这个是现在在防守期上 NVIDIA 必须好好去下的一步棋。对，也就是说，他用另外一套系统的话，另外一套标准，也让他在未来避免受制于CUDA这个系统造成的前置。那这个也就代表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心是希望除了硬体以外，包括在软体方面也能够尽快的达到这个国家自主化，就是大陆晶片跟软体的自主化。2月21号呢，川普说他要继续的加大对中国大陆科技发展的封锁哈。但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也是因为这个 DeepSeek 的成功呢，所以呢带动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晶片业一片起飞。根据大陆的腾讯网呢，他们就报道说，目前呢，光是就是导入这个 DeepSeek 的中外企业已经达到数百家了，什么云服务啦、网络平台啊、手机、金融、医疗、汽车相关的行业都在进一步的部署这个 DeepSeek。那另外呢，比亚迪推进这个智慧驾驶的普及化，还有最近火红到不行的这个大陆动画电影《哪吒2》。目前呢，我看到最新的排名，全球电影票房是第8名都产生了一些标杆效应。带动晶片算力还有 AI 的应用需求，像是目前已经知道，中芯国际在2025年第1季度、第2季度，产能都是爆满的，全年毛利率预估将会增长90%以上，净利率
净利润将会突破100亿人民币，超过这个历史峰值啊。我要问的是，中兴能够在这波热潮当中取得多大的优势？先请教。那就是你这个在中国的市场上，中国的厂商买不到的晶片，只好买不到这个进口的晶片，买不到我们台积电，就跟中兴买了，都要跟中兴买啊。就是说你美国自己把那个市场，中国市场的芯片，你让给中兴嘛。本来你美国还有竞争力的哈，那一些哈。甚至说你的 Intel 你 Intel 今天垮掉你要自己检讨一下，它的代工为什么垮，对不对？对。那美国还有一些什么有一个叫什么Global Foundry 还是什么那 Global Foundry那他为什么他不让你美国政府不让你去卖，中国大陆卖那中国大陆现在是芯片最大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购买的一个市场，那你不让美国人去卖，那就好去中国大陆找中兴我觉得就是美国人必须要他去这个梦他必须要醒，为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科技制裁，你要有一个前提，会产生有效，会产生什么有效的一个前提什么？就是说被制裁至上，它本身没有发展自己科技尖端科技的能力的，或者有这个希望的国家，你的科技制裁就有效，因为它只能依赖你，它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那现在中国大陆是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出最先进的科技，所以我觉得那个任正非讲的一句话美国人没听到，美国人听到的话一定会深刻反省。任正非他讲一句话，他说美国人常常说我们华为去什么偷窃美国的这个科技我笑这个说或者说模仿他的科技，他说这个科技美国没有这个科技是我华为创造出来的是。你怎么能说我去模仿你自己都没有的科技呢？对，这是一个现实。可是美国人还在一种幻想以内，就是说全世界尖端科技是我美国人才有的，非美国人都没有，不可能有。可是现在你一个 DeepSeek 来讲话，就发觉，因为一出来的时候，美国人又一个反应就说这是偷我们这个 ChatGPT 的，结果其实 ChatGPT 都没有说是偷的，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中国大陆现在是可以自主创造科技的，而且是尖端科技的一个国家的情况之下，对，请问一下，美国的科技封锁会有效吗？那我们刚刚提到呢这边你看这个哪吒这个第2集这个已经变成现在是全球票房排行榜的第8名了第1集我也看了这个叫《魔童降世》那确实很好看。那另外呢，这几张图来看到呢，这个就是刚刚提到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先生。那还有呢，马云这就是呢，我们上礼拜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最近在跟高科技的这些领导人们呢，进行了一场峰会。那这个峰会呢，就看到刚才提到的任正非啦、马云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提这个 DeepSeek 的梁文峰马化腾雷军王传福等等特别媒体也 highlight 出来见了8个高科技企业的巨头。那当然这个讲到了科技研发呢，其实在这波热潮下新加坡的必胜资产管理创办人王国辉他就针对我们刚刚所提的中兴他们的问题呢，他认为中兴有机会超越台积电，因为中兴有足够的资金跟人才，即使没有海外市场，也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单一市场的问题。但是中兴想要超越台积电呢，他认为还缺一部光刻机。所以结论很简单，只要中资企业研发出大陆国产的 EUV 光刻机，那么晶片战争就会结束这是这个王国辉他这么认为的当然，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哪吒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当然，我想中国大陆的潜力也是被逼出来的。那所以，王老师我们当然不能低估中国大陆的研发能力。所以现在不只是台积电要紧张，就连现在卖给全球 EUV 的艾斯摩尔恐怕也必须要赶快的先想因应之道了。是。我想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就这个产业的发展其实是进步的很快第二个从民主自信心来看的话，其实也对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特别是像这个中兴的时候，好像7奈米突破美国这个半导体封锁，现在这个 DeepSeek
这个突破这个 AI 的封锁哈，所以对大陆的工业成长，而且大陆本身有内需市场的 support， 所以它要发展很多东西都相对快。而且大陆呢本身其实各省哈，就是各省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所以补助啦、这个规模啦、什么都很容易了哈。那但是就是说过去的 DUV 哈。过去大陆那时候在中芯在做 DUV， 看起来不错，就是它发展的7奈米哈，不用重复曝光的情况，它的良率实际上是不到50% 啊，所以它是亏损的哈。但是它的这个营收增加，不过它的毛利率是在下降哈。那7奈米哈，这个到5奈米的这种 EUV 的这种极致外光机哈，其实会不会就是超过台积电哈？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大概是，比如说是7奈米哈，那台积电现在就是3奈米开始量产，所以差了差不多3个世代，应该是有差不多7、8年了哈。那 EUV 有起来的话，会不会超过台积电？我觉得还有努力的空间。为什么哈？因为整个晶圆代工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生态系。第一个生态系，你的化学设备、晶圆代工、封测等等等。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第二个是客户的体系，因为台积电有几百个客户，那客户多的时候有规模经济，所以你就可以不断的反馈，客户反馈你的东西，你良率率会提升。第三个是规模经济障碍，你知道现在 EUV 的设备一个7奈米要差不多1亿到2亿美金，如果到2奈米下可能要3亿到5亿美金，所以你如果没有很赚钱，你要投资是很困难的。对，像台积电，比如说我今天有50部的 EUV 的光刻机，那这个中芯如果假设2、3部，一个战车跟一个战车连打起来，还是有相当的进入障碍了哈。那再来就是因为台积电哈本身哈，其实台积电最成功的是什么？因为它在差不多19年开始以后 ，NVIDIA、AMD、Apple 这个整个客户基础建立以后，它每年大概营收现在大概3兆台币，所以他每年用30% 的营收，大概300亿到400美金再投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入障碍。投资研发设备，所以后面的人，如果你没赚钱，你有没有办法用盈余的30%都是困难，你要用营收的30%，更是一个很天方夜谭的数字。对，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在这个什么2奈米下是2奈米上都没有敌人？他现在唯一2个敌人就是谁？一个是川普。一个是矽光子，好，所以台积电如果没有川普的时候，事实上是还是没有敌人的。但是但是担心就这个川普会把我们的技术啊干嘛的外移，所以台积电比较担心的是最大敌人，我觉得是川普。哇，这个也是最大的变数哈，这就跟这个他在布局上的战略是非常的相关。不过像赛道上面呢，你面对飞快的对手，你的处理方式、因应的方式，就是你也得跑得更快哈，也要再跑快一点。那我们讲说欠一步光刻机这句话的背后，当然反映出的就是市场上对于中芯半导体在先进制程上面的能力啊，还是有一些质疑的哈。过去呢，中芯主要是制造28奈米制程的晶片。那2024年呢，一度传出说中芯替华为制造出了7奈米。那也有传闻说呢，中芯计划在上海组建3奈米的研发团队，但2025年了，这些传闻呢还没有成真。那么中芯最新在投资的是北京啊，这边有投资500亿人民币打造的中芯京城2期晶圆厂，仍然是聚焦生产在28奈米以上的晶片啊，所以其实压力现在在中芯其实肩负的非常大的使命，因为现在呢看到市场上有这么大的晶片需求，然后呢美国又把你封起来呢，所以呢就必须在内部想办法去突破。那会怎么样想这个突围之道呢？文章老师，的确啊，它在这个当前啊，因为就少了一个它最重要的一个先进制程研发需要的一个尖端光刻机，所以呢，这个一个支持，当然在整个在中芯发展呢，可能短期内呢还是成为它这个继续成长的一个致命伤哦。是，因为毕竟呢，不管是这个台积电或者是三星呢，它现在在这3奈米的一个制程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哦。那这个中芯国际呢，其实它现在还是专注于在成熟制程哦，就是在28奈米以上哦。那这样看起来呢，刚高下略见，就是说这样短时间看起来啊，其实是会这个受到一些瓶颈哦。但是实际上呢，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所讲的，生物会找到它的生命的出口哦。那当然啦，刚刚这个2位大师也特别提到啊，说因为中国广大的市场。当然还是内需是够的，因为只要这个中芯呢，
它能够继续再掌控它这个28奈米的一个稳定度，因为毕竟呢是物联网跟汽车电子现在还是很强迫很需要这些这个熟成的一些成熟制成的一些晶片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它还有机会就是国家的力量。国家力量，刚刚这个主持人你特别嗅到说，这个习近平呢，这个7年搞了4次一个企业的一个座谈。此外呢，他在前年的12月有一个全国经济工作会里面，他要提到什么新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那当然了，这个部分就是国家的补贴。如果国家愿意补贴，那当然这个中心是很有机会的。就像这个我们知道缺的 GDP。没想到就会被这个深层探索所取，甚至已经慢慢越超越，甚至有一个取代品了嘛这是我们之前也没想到过的你看，而且他花的钱还真的不多那我想说呢，这个习近平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好好的发展，那当然会集中所有这个全国之力全国之力来呢。你看这个有你11个。这个企业巨头有8个就是科技的，是。那我想说，他们可能就是会连接一个当然以中芯国际为主，然后联合整个一个生产链我觉得它是有办法突破的。对。所以因此短期内看起来的确是会影响它成长，但长期内因为有国家的支持包括整个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它还是有办法去超越台积电跟三星的。对啊，人是不能激的这个尤其不管是人国家都是你越激我就越证明给你看我做得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这2天我们看到他飞去了中国大陆访问，18号他从北京到上海，因为他是先到北京再到上海黄仁勋呢在和这个上海市长龚正在会面的时候呢，他强调上海是辉达的重要研发基地，拥有良好的营商跟产业环境，而辉达呢会遵从各国法律，致力为中国大陆的市场来提供服务。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作风很活泼当然在会场上的一举一动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不过也有人就发现这次黄仁勋去他的穿着很不一样，我相信大家都发现了因为他一向来都是黑色的皮衣帅气，但是这次哇，打起领带，穿起西装了。猛一看还不太习惯，感觉上那所以呢，这个眼尖的网友在腾讯网上面就有网友说呢，黄仁勋怎么换掉皮衣了？没有穿这个他也没有穿说他2024年这个访中的东北大花袄所以认为说换上西服可能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还开玩笑打趣的说呢，这套西服叫做中国特供版的西装。好，这次去呢，当然也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他可能会见到DeepSeek 的梁文峰，不过辉达对外的表示都是无可奉告。刘老师，美中现在当然在竞争，最后底层要拼的就是科技当然都不希望高科技落入对方的手里那现在为难的就是夹在中间的，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的黄仁勋。您觉得辉达黄仁勋他被夹在中美2强中间，他的最佳策略是什么？对，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黄仁勋自己他也警觉到随着整个情势有变，所以你看我们通常讲说一个有权力的人他要怎么样设他的人设、他的形象。你像黄仁勋以前的皮夹克，就跟贾伯斯当年他穿的衣服一样，他就是永远就是那一套，对不对？他建立有这个形象。他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那就是一个科技人嘛他是一个 tech giant， 一个科技的大亨的一个大公司。那这次呢？他等于跟过去的那个形象，我看看他以后还会穿什么衣服了，我就不想了那我就说看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切割，就是以前我是科技人现在我非常谨慎的，因为我进到政治场域被卷进来了，所以我必须比以前更为谨慎的去算每一步。所以他的整个谨慎反映到他的西装上面，就是他的人设或者他的这个形象，刻意的要跟以前做个改变改变了。黄仁勋其实我觉得他心里是蛮苦的。你看我们这2天不是 H20的事情对。那本来黄仁勋以为说，平常我们讲说在谈判的时候，你答不答应我去卖给他，你答应和不答应，答应不答应还有一个中间中间什么呢？我用低阶的版本我们找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中间点，那就是 H20，对吧？所以黄仁勋本来以为说 H20卖给大陆是可以美国可以接受的。然后呢，我不是也联合了台积电的什么那个5000亿美元的投资吗？他到海湖庄园吃饭吗？你会发现饭也吃了，钱也花了，川普擦擦嘴巴，一个巴掌就打过来了。对，
对不对？就是说你说完全不行。川普还说他是好朋友。对，他跟每个人都好朋友。他本来不是起先是好朋友，后来变成不是好朋友的就是泽伦斯基啊，他骂得一塌糊涂。但是这里面就讲的，那以少人就在想，那以前我们觉得谈判上应该是可以的一个方式，结果后来居然不可以了哈，不可以。可是呢，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对不对？你说他为什么还要去？那一定是算准了。你说他豁开来吗？他也不是那么样的没脑豁开来，他也算好几步嘛。他觉得一定我还有什么东西是川普他需要的。那么其实还有东西，川普你不可能真的跟中国真的完全脱钩嘛。那你不跟中国完全脱钩，你最后还是要跟中国谈判，有某种和解。那于是我其实还有空间。所以我觉得他是找到这个空间，然后他非常谨慎的做一个操作。会不会赢，会不会输，其实没把握，只有川普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讲的。我们夹在中间，大家都很难做。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陆老师啊，因为最近大家有一个说法是，黄仁勋也许不用辉达，而是在中国大陆可能用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公司，等于是绕道成立一个专门是特供给中国大陆这个相关高科技晶片的公司，您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不高，因为如果你用到的是美国的技术的话。美国政府绝对有权管，他还是会被盯上。对，尽管你换一个公司或合资一个公司，或者授权给另外一个公司，这在美国的解释下都是不可行的。了解。我进一步要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不是只有辉达哈，台积电也很头痛啊，因为市场上也传言说呢，台积电接下来可能会跟 Intel 合作，而且这个版本啊，就传出来的版本呢，说从合资啦、并购啦、技术转移啊、技术授权啊都有。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呢，在这个礼拜4的时候，最新举行的法说会，他在法说会上针对这些传闻呢，明确的回应，他表示，台积电目前没有与任何企业进行合资、技术授权或技术转让的相关讨论，要破除这个传言。而先前曾经也有看法认为说呢 ，Intel 的新任执行长陈立武啊，他最擅长的就是诟病。最厉害的绝活也是诟病啊，所以呢，担心最终台积电有可能会面临到诟病的难题。魏哲嘉当然也亲自出来打脸，否认有这种说法哈。那今天我看到一个最新的专栏啊，就是在是礼拜6，我看到专栏是前经济部长尹启明，他写了一个专栏，他说台湾上了川普跟台积电的连环套。他说其实台积电回顾他们一路走来的历程。他推测呢，今日的出走美国，其实早在台积电高层的预谋当中。当然，这是尹启明前经济部长他的看法。从诟病来看啊，我想请教骆老师的是说，因为也谈到台积电这个诟病的一些传言，还有包括说他未来他的一些是不是要拆分的这样一个说法，专业上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对，我们从事并购20多年了，的确，这是一直大家这样传言，是主要因为台积电去在亚利桑那的那个厂房是可以布6个厂的，所以他就认为你是早就布局好了，只是现在之前的650亿美金是前3个厂，那后面的1000亿美金是后面的3个厂，所以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布局哈？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也要做一个澄清的，就是说这次这个魏哲嘉董事长跟总裁啦，他在法说会讲得非常的明确、很清楚了，啊，尽管外界传言很紧，其实路透社在3月12号报道就有讲。路透社的那个原文，他讲得很清楚，是台积电邀集 NVIDIA、AMD 一起来参与跟英特尔的合资事件。那高通呢是婉拒了。那但是这个合资成立的公司这个事情呢，已经被英特尔的高层董事会明确拒绝了。所以这个案子是已经不存在了。当然，我们相信很多人一直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事情，因为或许有人或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但是至少魏哲嘉董事长是很明确说没有存在这事情。对，当然您刚刚有提到说，现在大家讲话都非常谨慎。其实魏哲嘉这次法说会超级谨慎，跟过去他的法说完全不同。以前他谈笑风生，用一句话就轻易的化解了这个外资法人的提问。可是这一次呢，他4月17号法说会，他字斟句酌啊，每一个字都非常的精确明确。所以他说，我们目前没有跟任何企业有合资。意思说跟英特尔的合资不存在。那当时传说他合资呢，他是台积电是负责技术移转，
那这一部分呢，他说也没有，也没有技术移转，也没有技术的授权，这样的讨论根本都不存在了。所以就是明确的说，台积电没有跟英特尔有这样计划，他只是唯一没有说出的就是 Intel 这3个字，其他他都讲了。所以我相信魏哲家董事应该不至于骗我。是不会骗我们大家投资。魏哲家董事长最近的这个真的是谨言慎行啊，因为知道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动辄得救哈。对，他特别影响股市非常的大。没错，因为其实有广大的投资人很担心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嘛哈。那当然，这次魏哲家董事长他特别强调的是，未来台积电会专注在业务基本面，然后在技术领先、卓越的制造能力还有客户的信任下呢，进一步加强台积电的竞争地位哈。那另外也特别提到说，专案投资就是到美国那个投资，会有大概30%的2奈米以及以上的产能会在 Arizona 州。那这个部分哦，进一步来请教一下江老师啊，因为刚刚讲说法说会上，其实魏哲家真的是非常的小心，因为他很担心是他所说的话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股价表现。那您怎么看接下来台积电的战略？那当然，第一个我不是在台积电服务，那我们用那个智库或者是用一般第三方的视角来去看这件事情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单纯看 Intel， 那 Intel 它其实是个 IDM 的半导体公司，它就是一条龙，从设计一路到最后的产品它都做。那所以也就是前一阵子基辛格为什么会把那个晶圆代工晶圆代工的事业做出来之后，会现在变成说看起来好像那么惨的。那第一个就是Intel 在晶圆代工的技术其实是落后于三星跟台积电，它基本上是在5奈米往下追，好追的其实蛮辛苦的。那就算临时呢，因为你去看台积电它的业务的那个营收结构，很大一部分是苹果啊、博通、高通、AMD， 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些美商。那假设川普要求说要在美国生产，东西要交给 Intel， 其实以目前的技术能力来看的话，我不觉得品牌方愿意会把代工交给 Intel，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你去看哦，在法说会 CC 位有讲说，他们其实今年公司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3跟5奈米。它用在哪里呢？用在 AI 上面哦，包含 GPU， 还有那个 AI 的那个 ASIC 哦。那再他有特别提到说，它的 CoWoS 在今年的那个产能会提升1倍。哦，然后刚刚提到的，它的3奈米的营收大概占了22%，然后5奈米占了36%。然后回到说台积电跟 Intel， 如果我单纯买它的晶圆代工的话，有没有可能？那基本上我看起来是微乎其微。第一个就是两边的企业文化不太相同。对。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两边制程应该不太一样。那我中间要磨合，然后很快速的生产，我觉得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达成。那再来可能跟各位分享一个，就是你在半导体的这个业界，你要投入生产，包含设备研发到最后去试量产，大概要抓大概6到10年的时间。那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可以 on board ready， 而且用别人家的东西去改成符合自己公司的，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对，我最近也跟一位产业的前辈聊到哈，说面对川普的关税啊，所有的产业不止台积电都在问一件事情：接下来产业怎么办？没有答案。但是有一个答案，就是呢，专注在自己的本业竞争力上面，不断去加强。好，回来环宇全世界，我们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的科技龙头，也就是华为啊，最近接连向外界展示了一连串的黑科技，让业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那有哪些黑科技呢？像是最新的手机 Mate 80系列，他们采取的就是麒麟9030的处理器。另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呢，也传闻啊，这个处理器啊，就是它的制程啊，等同于3奈米的制程。但是呢，考量目前大陆在光科技技术上受到了限制啊，所以一般外界也推估说，大概可能是指向是中芯第2代用7奈米制程所做出来的最新晶片。而除了硬体之外呢，在软体方面呢，华为呢也在11月21号正式发表了 AI 容器软体，叫 Flex AI。AI 容器软体，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装着 AI 应用的智慧盒子哈，可以方便快速部署这个 AI 的算力。而目前呢，业界在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大概只有30%到40%。Flex AI 呢，号称是可以透过算力切分的技术，把单张
GPU 算力卡精准切分，那么把这个呢实现单卡同时就一张卡就可以同时承载多个 AI 的工作，让算力的资源平均利用率再提升30%所以算是大幅的提升。那现在软硬体都有新的技术的展现跟突破，其实要表达的是不是就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哈？之前就像大家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呢，你是封不住的。好，那现在聂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麒麟9030的处理器真的，现在外界都觉得怎么做出来的哈？因为号称是用3奈米的这个制程，但是到底突破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很多东西啊，中国所做的东西太神秘，你要我马上讲得很深，还真的非常难。即便我们被很多人认定我们在大陆的研究蛮多，不管从经济从科技角度哈。我们先讲一下，中国为了要推它的这个晶片啊，用了多少心力？你想想看，2001年当时台湾人张如金有没有带着台湾的团队到了浦东去做了中芯半导体？对。也号称要打造国际晶片，打了20多年。请问这个2000到现在25年了，做了什么？还是不到成功。但是它有水位的提升。那中国它的整个变脸，是因为它这块赚足了全世界的外贸财嘛。外存从1兆、2兆、3兆、4兆，大家知道2006年1兆，2009年2兆，2011年3兆，2014年4兆有钱人使鬼推磨，它开始扎了所谓的2014开始习近平上来的红色供应链2003到2014中的工业4.0。最重要，他们已经把眼睛开始雪亮去做科技的基金的研发的技术，单晶一期计划2014年，单晶一期计划2期计划2019年，3期计划2324年。各位去看一下，他们有些没达标，因为没达标，一些高层就被下马，因为贪污官吏还是在里面。可他们真正上层，真正亦步亦趋的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神秘就很可怕。你要知道，美国在矽谷的科技，它已经很多创新事已经到了一定水位，可它成长还是有比较慢。中国是突然在往上的，就跟它在2002年到2014年的经济成长一样。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到所有的科技都突然出现。我先讲一下，他们的经济有所谓的5规划，大家都知道，以前叫5计划，从15到5规划，现在15规划。第二个，他们所有的科技，它更严峻的去规划未来。最重要一个文本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它有10大领域的未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未来的资讯科技 AI 5G， 它叫新一代讯息。我要讲的，它只讲2个话，叫做工业化、资讯化。那你讲说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它已经传出好多次要3奈米下，但是都太难做到，一次又一次。我就举例这个麒麟好了，你讲这个麒麟这个9030，其实啊，你记不记得在2年前，2023年而已，在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2022年隔年，他们商务部长到了大陆去做了一件事，他要求带着这个使命说，要求中国不能再发展科技，你太快了，影响到我们国安。结果才一去，人家送他一个 Pro Max 多少60。他当场吓到，带回美国拆开，技术哪来的？开始用这个来封锁中国。为什么他还能拿到这些东西？有没有？去年 Mate 70，这个他配上 Mate 80，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我认为就是 yes 了啦。它3年进程要快，很快了啦，就不断在突破，不但突破，而且突破到你会吓到。但是这个奈米制程的确是太可怕，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台积电是在1987年啊，张忠谋来的时候1984、85，那时候是2年后才跟人家搞入台湾基础电路，但也好几10年才有今天。而且我们最主要台湾在扎半导体是在1980年代所种的重基，不是它在2014才开始。我们是有那么长的血缘历史，也有这么完整的产业供应链。整个园区的布局，多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博士，那我们是那个年代读书，我同学学什么都读 computer science 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以前是工学院的啦，我是土木工的工业，我在热血搞 AI 是传统的 AI， 我必须说明中国的这些东西会不断的突破提升，让你吓到。还有我讲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它的供应链结合也会帮你吓到，比如它的软体结合，包括它那个鸿蒙的操作，它跟那个鸿蒙的星河互联去把它的所谓的鸿蒙的应用智能会做到非常，我们讲说未来的算力还要很厉害，要高效高速嘛，对不对？它的高速会越来越快，而且它的功耗呢会越来越小。对，我觉得它的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光它在突破这个地方，还是它其他产业供应链以及在所有在用电啊功耗的地方的所有地方的加持。因此呢，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您提到软体哈，其实华为最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 AI 容器软体啊 ，Flex AI 啊，它能够把算力的利用率再提升30%，等于是在提升算力翻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当然，这个云端算力呢，现在是对标，就是辉达他们直接推出的是 Run AI， 现在呢，华为有 Flex AI 哈，那就是相互来 PK 一下。当然，这个 Flex AI 呢，希望能够努力的去追赶，甚至超越
辉达。所以讲到了这个美中在云端算力的竞争上面，看起来其实不只是企业自己在不断努力去突破，不断努力去提升，还有整体国家的力量在支撑啊。中美都是如此嘛？对，因为事实上，这个现在在 AI 上面有2块，一个是硬体这一块啊，对，就是所谓的晶片，AI 晶片，那这个是算力啊，代表的算力。那当然，现在麒麟这个升腾9030，它的算力不断在提升，可是跟美国的这个 NVIDIA 的算力啊，还是有一段距离。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双方差距的，就是算法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不管是这种所谓的计算训练或者是推理的软体，像 DeepSeek， 它当时一推出来以后，我记得当时的这个 NVIDIA 的股价跌掉了3000万以上3000亿以上，多当场市值。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用它的算法，它不需要极大的算力，那成本就低了很多。就是算力它另辟蹊径。对，那现在这个 AI 容体软体也是跟那个 DeepSeek 一样，它是算法上做改变，而且呢，它的包容力比较强。它等于说你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本来就是说你有算力，可是你在算法释出的时候，你就需要像这个 Flex AI 这样子的晶片这样子的软体。那这个软体现在就是说。NVIDIA 它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这个容器软体AI 容器软体，它只能跟这个 NVIDIA 自己的晶片相容。可是呢，华为推出来这个新的 AI 容器软体它可以把辉达、升腾还有其他第三方的软体把它做一个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高效利用，也就是3种不同厂牌的软体，它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可以把有效屏蔽各种不同算力这个晶片算力之间的差距。那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运用屏蔽的能力会使目前的各厂牌的这个所谓的晶片AI 晶片，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效能能够提升30%，也就是目前的来讲的话，你今天你的 AI 晶片大概透过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容器软体也这个差不多发挥它的整体的算力的30%。对，那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 AI 软体容器软体Flex AI， 它可以再把过去的利用率再提升1倍，就可以达到60%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只是升腾软体的话，它跟这个NVIDIA 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软体之间有50%中间的算力的差距。对。可是今天如果说升腾软体再加其他第三方软体加起来以后，运用这个 AI 容器软体这个华为软体它的算力就提升了。水平就是追上来了，所以本来差50%，它提升30%再提上来就追上来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是另辟蹊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不管这个华为这些大厂，它不但在晶片的算力上在下功夫，在相关的软体上它的算法上也在下功夫。对，就是把软硬体之间的这个差距跟美方这边呢。拉到最近，就是刚刚讲说，透过软体的这个设计呢，让统筹跟分配算力，让它变成是算力极大化的一个效率。所以现在美方当然很担心的是科技力呢被中国大陆追上所以呢，现在在美方这边呢，看到彭博11月22号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针对是否允许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 AI 晶片展开这个初步的讨论。美国商务部也正在审查要不要变更禁止政策，但是强调说这个计划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来变去还是有一些调整。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就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能够暂时暂缓这个限制措施。辉达也表示呢，现在的措施让公司被迫退出全球的最大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如果 H200 能够获准出口，就会是向大幅松绑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大陆的 AI 所设下的贸易限制。好，简单来讲，我要问的是 H200 有可能解禁吗？它要考虑解禁的考量会有哪些？
其实H200就像刚刚这个介老师所讲的哦，其实是高阶算力哦，算力的高阶。然后呢，也是最新最强的一代哦。然后它是这个全球呢，这个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呢所必须要的。是。那现在中国因为被管制是没有嘛哈，所以呢，我想 H200呢是美国掌握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业界的讲一句话，就是说 AI 呢是这个H200呢是 AI 时代的一个基础哦，这个建设的一个晶片啊。我们知道基础建设最重要，没有这个算晶片，那就谈不上什么基础建设，就谈不到以后的工程跟建设哈。所以人家说谁掌握了 H200呢，谁就掌握了 AI 能力哦。那刚刚这个何龙你所提到的刚好是就美国有意要去解禁这个 H200哦。那我倒觉得他现在要解禁，那可能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哦，就是说最后的决策的细节，不是川普或是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他有一个。既然 AI 或是科技是现在美国的要去遏制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它必须要有最终的决策细节，还有附带的条件，还有国会的回应哦。别忘记了国会其实有时候会撤走这一段，是因为既然是谁掌握了这个 H200，谁掌握了 AI 嘛，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也是在国会是非常一个会交战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此外呢，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技术和产品呢。会一个解禁的行动，如果光只有 H200，那这样可能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以后就是一个解禁的一连串不尽然哦。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否能够代表它的要不要大幅解禁呢？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可能还去观察的哈。那第一个这个只是讲，但是官方呢还没有要承诺解禁哦。那他只是说所有方案有可能都会变动，还会变动。对啊，有可能变动。变动就是代表变数，所以我想说，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一定判定会不会哈，而且呢，再加上它是不是针对性的解禁呢，而不是全面性的解除管制？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它要考虑的一个，尤其在 AI 它关键所在是国安、国家安全，还有技术领先跟供应链控制这三件事情如果一起考虑的话，我觉得 H200其实是很大的变数，因为要考虑国家安全要考虑技术领先考虑供应链的控制，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去看的话，恐怕这个路这一条解禁之路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不定数性很高的。而且说这个美国想卖中国大陆，就算最后达成协议要卖 H200，绝对不可能是卖最新的，就是比照美规的这个最新的，一定是降规版的哈。可是就算要卖，那也得看中国大陆到时候让不让进。